太武去世之后，如果严格按照之前视频里描述的继位规则，应当继承殷商王位的是小甲的嫡子。然而，这似乎面临一些规矩里照顾不到的问题。一方面，史书里说太武在位75年，太武去世的时候，别说小甲的嫡子了，更年轻的拥挤的嫡子们倒未必还活着。那这王位是传给小甲的孙子们更合规矩，还是传给太武那些年轻的嫡子们更合规矩呢？另一方面，小甲、太武和拥挤三兄弟本身就没有按规矩来办事，那么拥挤的子孙凭什么不能凑这个热闹呢？殷商王室三大支系的王孙贵族们要是都来争权，那这个热闹可就大了。有观点认为，殷商王朝这次传位过程可能不是那么和平。总之，根据史书中记载的王位继承顺序，并根据甲骨卜辞《殷商周记序列表》进行修正以后，太武去世之后，继承王位的是太武的儿子，名字叫庄，日名仲丁。丁，夏天草木皆紫，象征事物发展到开始成熟。仲丁的继位似乎并没有取得殷商王朝内部所有势力的支持，也许是为了避开部分敌对势力贵族们的影响。仲丁继位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迁都。根据现有考古成果分析，殷商王朝建立初期的主要都城是西伯偃师商城。因为王朝初年百废待兴，人力物力都非常缺乏，所以西伯偃师商城最早只建成了一座规模上还赶不上夏朝都城的小城。等到王朝政治趋于稳定，前朝复辟的危机基本解除之后，才又慢慢的在小城外形成了大城，扩展了城市规模，又扩建完成了比西伯偃师商城大城还要大的郑伯郑州商城，作为东方的军事要塞，也作为与东夷盟友们沟通的大都会。到仲丁即位时，两座城市经过100年以上的发展，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王朝正常状况下的使用需求了。但是仲丁放弃了西伯偃师商城，在郑伯郑州商城西北的鳌山上建起一座新都城。有观点认为鳌都就是如今的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也有观点认为鳌都就是郑州商城与小双桥遗址的集合。但无论怎么说，小双桥遗址都是与鳌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根据现代人在郑州小双桥遗址近几年的考古发掘成果显示，遗址东西长2000米，南北长近3000米，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比郑伯郑州商城内省的规模要大，外省的规模要小。城南的大道有近4米宽，解剖发现的车辙印有15组，再往南还有宽7米、深3米的壕沟遗迹。宫殿区和祭祀区在遗址区中心偏东北部，工程城墙厚度约2.6米。祭祀区有一座12米高、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的夯土祭台，祭台上曾经还有院落式建筑，院落中为焚烧祭祀的场地。小双桥遗址被后世破坏得较为严重，至今也并没有发现完整的城墙或者壕沟体系，其历史真实规模可能是要比现在以前发现的遗址规模要更大。可以说，鳌都的豪华程度丝毫不亚于殷商王朝的旧都。建设这样一个都城所需要消耗的人力物力，在那个年代里来说，可以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承担得起这种消耗，也可以看得出此时的殷商王朝有多么强盛。而鳌都除了极其完善的内部基础设施以外，还有着一系列完善的外部配套环境。鳌都东面有着大量的湖泊和沼泽地，环境优美，野生动物众多，非常方便城中的王室贵族用来举行田猎活动。而鳌都与郑伯郑州商场的位置非常接近，王朝为这一地区打造的系统军事防卫体系完全可以继续使用。遍布黄河南北大大小小的一系列城市堡垒，时刻拱卫着都城里的商王仲丁。在农业方面，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农作物种子数占绝对多数，出土概率也最高，是这一地区生活的人们的主要口粮。而稻、米、小麦、黍的出土概率都接近，甚至超过30%，在当时的重要性也很高。也就是说，
大家吃饭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吃粟米、稻米、小麦、黍等粮食吃的很少，但很多地方都有人种，就有人吃，人们对这3种粮食应该是比较熟悉。同时，敖都附近以粟为主，五谷杂种的农业体系完备，重丁的新都城不缺粮。通过以上各方面情况描述，我们可以做出以下总结：商王仲丁在夺取王位之后，远离了敌对势力强大或者已经遭受严重损坏的西亳偃师商城，也没有住进原有的郑亳郑州商城，而是在郑州商城西北城外建起一座豪华的大型城市，作为新的都城敖都。而这个新建的敖都司毫不逊色于被抛弃的旧都。敖都的建成使用也标志着殷商王朝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从仲丁时期开始，殷商文化进入考古学意义上的白家庄期。白家庄期的殷商文化展现出一种新的特色，而白家庄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聚落遗址就是小双桥遗址。小双桥遗址中的陶器与之前的时期相比，器型变大，胎体变厚，纹饰变粗变淡，不过也显得有些粗糙了。比较特别的一点在于，小双桥的陶器上出现了文字符号，这些陶器上的文字大多数都是雕刻上去的，也有一部分使用红色颜料写上去的。这些书写上去的红色文字似乎可以说明殷商时期已经有了毛笔或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书写时用的这些颜料质量也很高，几千年过去了还能不褪色。从形体上来看，其中一部分的文字符号已经非常接近于甲骨文和金文了，不过这些文字大多数是单个出现，有的是数字，有的是类似家族姓氏一样的家族徽号。除了带字的陶器以外，小双桥还出土了刻字的甲骨，一共2块。一块牛公骨上只刻着一个字，被认为是当时的某个家族的名号。根据殷墟甲骨卜辞分析，可解释为酉字或者酉字，与尾字相通，指为水。如今河南郑州地区的双济河，这个字所代表的那个家族大概就生活于此。另一片甲骨为牛肋骨，刻有10个字，上面的文字被认为是占卜人员练字时刻写的，字迹刻写的又浅又粗，不如殷墟甲骨文清晰工整。小双桥还出现了原始瓷器，这些原始瓷器有表面挂釉、质地坚硬、吸水率低的特点，而且在如今的郑州地区和江西吴城地区都有出土。经过中子活化分析得出结论，两地的原始瓷器均为当地独立制造，不是某一个地区的特有产品。小双桥祭祀区的化学结果显示，这一时期的祭祀活动规模非常大，使用的祭品中有大量的动物以及人类。小双桥遗址的祭祀坑中有成堆的牛角、牛头，使用人类作为祭品时，根据坑内埋葬数量以及埋葬形式，可分为7个种类：从葬坑、4人葬坑、3人葬坑、双人葬坑、单人葬坑、乱葬坑、散乱人骨架等。埋葬人数最多的一个坑长 1.88 米宽 0.85 米深 0.6 米，分3层，埋葬了32个经过肢解的青年男性，其中部分头骨有击穿孔，推测为被杀死之后才投入坑中的。而这种大规模使用人作为祭品的现象，此后还将逐步发展，到殷墟时期将达到巅峰。总之，从仲丁时期开始，殷商王朝一方面创造出了杰出灿烂的文化成果，另一方面又开始集中展现出暴虐的一面。而这种暴虐除了体现在祭祀过程当中以外，还体现在了战争当中。仲丁在史书当中只留下了2个事迹，一个是迁都，另一个就是东征来夷。来夷，东夷族群中的一支，可能是一支习惯穿着蓝色服饰的东夷族群。有观点认为，来夷早期生活在如今山东省即墨地区，后续向西发展，进入淄川地区。《后汉书·东夷列传》里说，仲丁时期来夷主动进攻殷商，而后仲丁率军征伐来夷，殷商势力应该是在这时征伐过程当中进入如今山东济南一带，旷日持久的商夷战争至此拉开帷幕。
重丁的东征军队与来夷交战的地点大概在济南与四川之间的邹平地区，殷商政权毫无悬念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如今的人们在代表殷商鳌都的小双桥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方孔石器，这种方孔石器为东夷月石文化特产。方孔可以用来安装把手，而石器边缘有刃，可以用来给农田翻土，也可以用来切割肉类、宰杀牲畜。但在小双桥遗址中出土的这批方孔石器并没有开刃，也没有使用痕迹，推测就是专门用来祭祀的战利品。而这些小双桥出土的方孔石器制造时所使用的石材就来自周平地区南边的山区，当地到了现代还有人用这种石头盖的房子。所以重丁征讨来夷取得胜利之后，应该是俘虏了一大批来夷工匠，在战场附近就地取材，制造了这一批正宗东夷风格的石器，作为殷商大军取得战争胜利的证明。在回到鳌都以后，这些石器被用作祭品进行祭祀，而这些来夷工匠应该也被带回了鳌都，使用郑州地区当地材料制造了一批正宗东夷风格的陶器。而这批来夷工匠本身可能成为了殷商王朝的手工业奴隶，在负责手工业的部门管理下进行器具制造。不过这些来夷工匠虽然不再拥有自由，但总算能活下来了。相比较之下，其他的来夷俘虏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们很可能在献节、献俘、奠基等仪式上被当成祭品献祭给殷商的祖先和神灵。我们不知道小双桥那些躺在祭祀坑里的人有多少是来夷战俘，而除了在祭祀区的那些祭祀坑以外，小双桥的宫墙之下、宫墙以里的祭祀坑中也有大量在奠基仪式当中被献祭的人生祭品。宫墙附近的壕沟里有数百个青壮年人头骨，有观点认为这些人都是战争中的战俘。而在鳌都的初期建造阶段，来夷大概是战俘的最主要来源，所以我们或许可以猜测重丁取得对来夷战争的胜利，带回了一批来夷战俘。除了有特殊工艺的工匠以外，其余的战俘全部被当作祭品使用了。鳌都的地上地下都变得热闹了起来。重丁在位的时间有9年和11年两种说法。在重丁去世之后即位的是重丁的弟弟，名字叫发，日名外人。人生物孕育着新生命，象征新事物可能出现的希望。竹书纪年里说，外人在位时期，丕人和申人发动了叛乱。丕另一个名字叫薛，丕和薛都可以指代同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中曾经走出过殷商的开国元勋仲徽。申另一个名字叫申，申和申也都可以指代同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中曾经走出过另一个殷商的开国元勋伊尹。当年在明条之战的战前动员大会上，伊尹和仲徽就和成汤站在一起，足以见得这两个人以及他们背后的群体对于殷商王朝的重要性。如今可能是因为王朝内部在权力分配的过程当中产生了矛盾，使得这两个重要的群体在王朝内部的权力和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于是二者共同发动叛乱。在后世春秋时期人们的认知当中，丕、申两个群体可以和虞舜时期的三邈、夏朝时期的武官和有扈氏，以及西周时期的许、何衍相提并论，他们发动叛乱的影响力都在同一个级别上，都是所在王朝中央最为头疼的叛乱事件。而根据金本竹书纪年的说法，丕申之乱似乎并不是一件在短期之内被解决的小事，而是一场持续多年的大规模动乱。外人在位10年或15年左右去世，此时动乱似乎还没有结束。外人的弟弟何旦甲在鳌都即位，甲种子出发，将要破壳而出，象征事物刚刚开始发展，前景却不明朗。也许是因为丕申之乱的规模不断扩大，影响到了鳌都的安全，何旦甲带领殷商贵族王室迁都到了象。象的位置有2种说法，一个在安阳，一个在内黄。根据《吕氏春秋》何旦甲居住在黄河以西的说法，
以及现代的安阳环北商城考古成果，就是环北商城花园中期早期城址。核弹甲的这次迁都似乎非常仓促，刚刚建成使用才20-30年的鳌都，在短期内被放弃。人们在慌乱中撤离时，没有办法把所有东西都带走，留下了满地刻有家族徽号文字的陶器。而那些写着红色文字的陶器，可能是在匆忙转移过程当中被工匠抛弃的半成品，因为在正常条件下，人们可能会在书写过程结束之后进行雕刻工序，将文字永久保留在陶器上。除了陶器以外，人们还将一些大型青铜器埋葬在了3个大型窖藏坑里。所有时代的人们都会在动乱当中把不方便携带的东西埋起来，但很多时候埋东西的人未必能在动乱结束之后回来取走这些东西，于是这3个窖藏坑里的青铜器就这么被埋藏了几千年。而这次迁都并不仅仅是从鳌都撤离殷商文化人群，还迅速撤离了原先的王畿核心区、郑罗地区、河东地区、河内地区的大批城市堡垒被完全废弃，朝向北方的路上人潮汹涌，大家都来到了象都的周围居住下来。但是在慌乱之中修建的象都极其草率，规模很小，也没有城墙。于是春秋说，核弹甲在迁都之后非常思念繁华的旧都，为此还创作了一首思乡之曲，名叫《西音》。动乱不断，光想家是没有用的，作为商王核弹甲需要平定这场动乱，于是彭伯出场了。几百年前，彭伯寿曾经帮助夏后氏平定了武关之乱，如今在新的王朝体系之下，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动乱。彭伯作为救火队长，参与到了平定叛乱过程当中，并成功击败了皮人群体，占领邳城。就在南边的彭伯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不久，核弹甲在北边也取得了一场胜利，击败了来夷。现代人在环北商场遗址中也发现了一批方孔石器，应该可以算作这次战争的一个证据。我们并不清楚来夷这次是参与到了邳申之乱当中，还是单纯的趁火打劫。总之，最后是被殷商击败了。至此，邳申之乱的规模开始收缩，战场形势开始有利于殷商。申人独立作战，掉头向东占领了班方。核弹甲会同韦伯、彭伯共同征讨班方。根据部分记载，核弹甲对于班方的征讨还不止一次。但最终殷商方面还是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申人投降，重新臣服于商王。从考古成果上来看，商夷双方的战争也非常激烈。殷商势力在北边的济南地区站稳了脚跟，但和当地的东夷族群相处的还算不错。当地的东夷文化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但还能够保留大量的自身特点。而在南边，原本属于东夷越石文化的豫东、鲁西南地区，在短期内被商文化彻底取代，东夷文化因素荡然无存。申人就生活在这一地区，发动叛乱想必也离不开这片土地，因此或许可以说殷商将邳、申这2个群体彻底驱逐到了别处，由王朝中央直接控制这片土地，以防止这一地区再发生威胁王朝统治的动乱。邳申之乱大体上已经被平定了，但这场动乱对于殷商王朝的打击极大，新建的豪华都城不得不被放弃，经营了几百年的旧王畿地区也被完全抛弃，南方长江流域的据点也开始脱离王朝中央的掌控。积年累月的战争对王朝的人力物力的大量消耗，必然会导致整体性的衰退。史记中说，核弹甲时期的殷商又再度衰落。尽管这一历史阶段还没有其他的政权能够真正取代这个旧王朝，但殷商王朝也不能一直衰落下去了，需要重新振作起来。核弹甲已经不能承担这个新任务了。史书记载，核弹甲在位9年之后去世，接下来即位的是核弹甲的大侄子，名叫腾。日明足矣。草木发芽，枝叶柔软，象征事物发展出露生机。新王即位，殷商王朝即将迎来又一个春天。